一场看似平常的纪念陈云活动，却成了政治意向的放大镜。习近平罕见地在发言中自我打脸，讲稿是否出自他本人的意愿已成疑问。白俄罗斯也突然删除有关习近平的报道，伴随着怪事连连，习失权的说法不断升温。中国底层民怨四起，公开信接连而至，甚至有红三代发声，要求其体面下台。中南海正在发生着什么？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日前，中共当局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陈云民诞120周年。习近平现身讲话，这是中共依循惯例的常规操作。不过，令人惊诧的是，习近平讲话的内容竟然处处自我打脸，被形容像是做检讨。专栏作家徐克撰文指出，习近平在发言中褒扬陈云掌管党内人事的政绩，称其担任7年中组部部长，为形成选人用人的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还特别点评陈云选人用人思想，是搞所谓的德才并重和五湖四海等等。众所周知，习用人的特点就是重用旧部等小圈子人马。到了中共20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但是2023年6月以来，习在中共20大亲自选定提拔的亲信纷纷落马，包括秦刚、魏凤和、李尚福、苗华以及习近平亲自组建的火箭军前后任领导层几乎被一锅端，说明习的用人出了大问题。习近平还褒扬陈云在中共建政后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打经济战，巩固了中共政权云云。而习近平上台10余年，搞得内外交困，国内经济陷入停滞，特别是房地产一蹶不振，人民失业严重，消费不景气，党内和民间批评不断。习近平在讲陈云搞经济得力的同时，也同样反衬其因为经济政绩而在党内受压。习近平褒赞陈云的另一个重点是，指其在文革后支持邓小平搞拨乱反正，特别提到陈云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文件主要针对毛泽东独裁专权的祸害而来，其核心内容是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当中提到，集体领导是最高原则之一，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文件中还提到，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而习近平主政后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很少再提民主集中制。据中共官媒新华社2021年6月29号首次公开的习近平2018年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习近平称党内出现了杂音噪音。有人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够充分了，今后要把重心放在发展党内民主上，这是奇谈怪论，有人别有用心。如今习近平在大会上赞扬徐云主持制定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和搞党内民主的文件，实在是耐人寻味。时评人专栏作家周晓辉撰文指出，如果习近平已失权的话，那今年的发言稿可能就不是按习近平的意愿写的，而是按照目前控局者的意思写的，习身不由己，只能照本宣科。文章说，习近平的讲话提到了陈云提炼的15自觉，即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交换，比较，反复。自中共19大，习近平将一切定于一尊后，中共党内只为上，只为习书，成为常态。而现在习的讲话内容否定自己的一尊地位，而要求向陈云学习，不为上，不为书，这还是习在掌权吗？文章还指出，按照以往惯例，主持会议的一般是主管文宣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蔡奇。如去年8月纪念邓小平民诞120周年座谈会上的主持者就是蔡奇，再如2015年6月纪念陈云民诞110周年的主持者是时任常委且主管文宣的刘云山。不过今年的主持者换成了赵乐际，蔡奇怎么了呢？近来随着习近平逝世的传闻不断发酵，其亲信蔡奇也风头不在。
以往习近平外出访问不离左右的蔡奇，多次消失于习近平外访的场合。习近平的所谓著作的出版、学习研讨，也不再由蔡奇主事。习近平失事，据称与其健康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来自自称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SVR 有关联的 Telegram 账号 General SVR 日前爆料，习近平在5月25号到26号夜间突发了心脏病，而且6月的第1周又突发了2次心脏病。6月初，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北京，习近平以家宴形式款待。陪同访问的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在接受白俄电视台专访时爆出，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也现身陪同，这让一些观察人士怀疑习近平是在向卢卡申科托孤。习明泽现身陪宴的消息迅速引发舆论关注后，不知何时白俄罗斯悄悄删除了这篇报道，更显形势诡异。习近平失事的传闻不仅在海外热传，相信也传回了中国大陆。跟踪大陆维权事件的维权网6月9号报道，550名陕西省访民联名致信中共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汪洋，希望他们能解决陕西的司法腐败问题。公开信说，习近平整天说要扫黑除恶、依法治国，这些大饼确实画了不少，可是在其10多年的任期内，陕西省的冤案却以滚雪球的方式暴增。陕西省是习近平的家乡，因此陕西省也变成了依法治国的法外之地。陕西省的冤案堆积如山，遍地都是，却无人敢管，无人过问。即使是国内众多的知名律师代理了陕西省的冤案后，也无计可施，摇头叹气。历年来，中共中央巡视组到了陕西省，基本上都是一头扎进西安市丈八宾馆就没了下文，既不设立群众公开接待窗口，也不接触群众举报电话，群众邮寄的举报材料从来都是石沉大海。公开信还说，听说中央领导最近打算纠正某些人的极左路线，计划倡导实行民主监督改革制度。我们恳求前中共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汪洋可以把陕西省作为实行民主监督改革制度的试点，杀鸡儆猴，敲山震虎。信中还建议实行异地调查办案制度，切实解决陕西省冤民灯下黑之苦。胡锦涛、汪洋都是团派代表人物，当下盛传习近平下台后，团派将主掌中共政局，汪洋据传将接替总书记职务。陕西访民致信胡锦涛、汪洋，指控习近平家乡的司法腐败，不排除与相关传闻有关。除了国内底层的声音，也有自称是中国开国将军之孙女的陈艳荣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独立时评人蔡申坤14号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转发了这封公开信。陈艳荣在信中介绍，他的祖父曾在淮海战役中担任重要指挥。公开信说，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日益倾向于个人集权，压制多元，复兴文革式思维，使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深陷困局。公开信呼吁习近平在任期届满之际，带头遵守宪法与共产党的政治纪律，主动交权，体面下车，把国家最高领导岗位交给更年轻、更开明、更有能力的人，避免走上逆历史潮流、损毁党国根基的不归路。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